如果我告诉你，全日本出轨率最高的地方，不是满大街的牛郎店、灯红酒绿的东京涩谷，而是常年大雪封山，连个像样的便利店都找不到的穷乡僻壤，甚至他们最常翻云覆雨的偷情圣地，竟然是用来拉大粪和化肥的农家轻型卡车里。你是不是觉得岛主又在这儿搁什么伦理玩笑，专挑这些不正经的荤段子来讲了？这世上的事儿就像《金瓶梅》，你以为满纸写的都是裤裆里那些烂俗猎奇的破烂事儿，真的等你把那层鲜血淋漓的皮肉撕开，里面咕嘟咕嘟流出来的，全是底层人活生生被闷死的绝望和深不见底的悲凉。在日本，有超过一半的夫妻每天活在无性婚姻的精致坟墓里，在世俗的眼皮底下，他们是完美运转的零件，可转过身，情欲却像见不得光的野草，在冰雪里，在下午3点的阳光下，在午夜的手机屏幕前疯狂流传。今天咱们不讲道德高低，不扯社会学论文，我直接带你潜入这幅全日本最野蛮也最可悲的出轨版图，去闻一闻那些快要憋死在婚姻铁盒子里的人，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，拼了命也要抽一口的烟。准备好跟我一起下沉了吗？深呼吸。事情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？日本曾经也是个热腾腾的社会，昭和时代的狂飙突进，男人们在酒馆里挥斥方遒，女人们在家里相夫教子，那时候秩序就是一切。但随着经济神话像肥皂泡一样啪的破了，这座精密的国家机器开始吃人。大城市的霓虹灯越亮，打工人的眼底就越黑，乡村的雪下得越大，连雪槽也跟着结冰。离婚，拜托，那是富人才玩得起的游戏，对普通打工人来说，解散家庭就意味着阶层跌落，意味着连一份体面的便当都吃不起。于是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极致的妥协被逼出来了，他们创造了人类感情史上最冷酷的发明，把婚姻的骨架和血肉活生生劈开。骨架用来维系阶层、养育后代、应付长辈的凝视，而血肉里那些悸动、那些湿润、那些还证明自己是个活物的冲动，全部打包扔进黑市。现在闭上眼，跟我去全国出轨率第一的雪国新泻、富山看一看。几个月的大雪把村子分成了一个个孤岛，传统的日本老宅子，推拉门薄的像张纸，隔壁房间公婆的安眠药刚吃下，走廊尽头孩子的呼吸声听得一清二楚。在这个几世同堂的大家族里，你不是女人，你是儿媳；你也不是男人，你是长男。一双双眼睛即使闭着，也无时无刻不在死盯着你。你要怎么呼吸，去哪儿呼吸？他们盯上了全村唯一能够移动的私密空间 K 咖，农用轻卡。对，就是那个平时拉化肥、拉白萝卜的破铁皮盒子。外面是零下10几度，杀人般的暴风雪。车里暖气开到最大，不到3平米的狭窄空间，混杂着淡淡的机油味，廉价车载香水的甜腻，还有因为缺氧和极度紧张而急促的呼吸声。车窗玻璃上瞬间结满了谁也看不透的厚厚冰雾。在这狭小到连腿都伸不直的空间里，没有公婆，没有邻居，没有那该死的世间体，只有2具被冻僵了太久的身体，在狭窄局促的车厢里感受着彼此失控的心跳和粗重的呼吸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罗曼蒂克的风花雪月，这是2个快要淹死的人在互相妒忌。那2平米的破卡车不是他们通向地狱的堕落之门，而是他们在被传统社会彻底生吞活剥之前最后的一次吸氧机。兄弟们，想一想那狭窄充满水蒸气的车厢，外面是漫天大雪，你觉得他们在那一刻脑子里想的是道德，还是仅仅只想感受一下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？如果说雪国卡车里是被逼出来的原始狂野，那把视野拉回东京的高级公寓，带你感受一下另一种慢性的浸透在骨头缝里的窒息。这也是当年那部神剧《昼颜》能把整个东亚女性扎得头皮发麻的原因。它撕开的是日本主妇最隐秘也最无解的痛点。工作日的下午3点，丈夫在丸之内连轴开了 PPT 高管会议，孩子在私立补习班里厮杀，家里安静的就像是一座装修
极为考究的陵墓。在这个陵墓里，最恐怖的刑罚不是家暴，不是争吵，而是绝对的长年累月的无性化肃静。在日本的家庭生态里，只要孩子一冲破产到落地，老婆这个身份就死了，老公不再叫她沙河，也不叫亲爱的，他只会叫她老妈。这不仅仅是个称呼，这就是一场精神上的物理阉割。在这个老妈的设定下，如果你在卧室里表现出了一丁点女人的欲望，那就像是在神圣的乱伦，是极其粗鄙不懂事的。在丈夫眼里，她就是一台能自己去菜市场比价买折扣牛肉，能辅导孩子作业的恒温高级家政机器。而那台机器的心脏正在慢慢的蹦跳。她感受不到自己了，哪怕照着镜子里面那个负责做饭、洗衣、打扫的身影也越来越模糊。直到某一天，那个恐怖的念头冒了出来，她已经太久没有用审视一个女人的眼光去好好看过自己了。如果不再真切地感受一下自己那颗跳动的心脏，再不夺回哪怕一丁点儿作为我的意识，我可能连明早起来做饭的力气都没有。于是下午3点，平时连买根葱都要犹豫的她，穿上了价值2万日元的成套蕾丝内衣，喷上了结婚后再也没有喷过的香奈儿5号，涂上了最艳丽但也最容易蹭掉的口红。这根本不是为了去浪漫，为了去勾引谁，这是她给自己穿上的战袍，为了去打一场名为确认我还活着的抢救战。在情人的床上，这个见不得光的下午3点，她终于偷回了自己的名字。不是谁的母亲，不是谁的妻子，通过皮肤交叠传来的温热触感，彼此交错的急促呼吸，都在疯狂地提醒她，感受到了吗？你的心还在用力地跳着，你不是个冰冷的物件，你还是一个会呼吸、会颤抖、活生生的女人。下午3点的日间钟点房，对于这些枯萎的东亚主妇来说，根本不是什么放荡的银床，那是抢救室里的 ICU。肌肤的每一次站立，耳边每一次急促的喘息，都是一次1000万伏特的电击除颤操作。那颗死寂的心脏，终于又因为罪恶感和快感，剧烈的跳动了一下。好，说完主妇的灵魂诈尸，咱们来看看那些在涩谷街头步履匆匆的西装大叔们，他们是不是该去歌舞伎町夜夜笙歌了？你想多了。在东京这种高压榨汁机里，策划一场完美的实体出轨，简直比做一个 S 级项目还要命。你要订隐蔽的日间酒店，你要编织毫无破绽的加班理由，你还得强打取精神，去提供情绪价值，去哄情人。老天爷，我连下班后在老婆面前几个笑脸的力气都没了，哪来精力去谈一个百转千回的婚外恋？这就好比一个烟瘾犯到手抖的人，他根本不需要找一个雪茄吧配上威士忌，他只需要在天桥底下的垃圾桶旁边闻着尿骚味，猛嘬2口3手烟，把尼古丁打进肺里，续个命。于是专治这帮已婚社畜的既婚者专用交友 APP 横空出世，并且用户量正在疯狂暴增。咱们来看看这玩意儿有多善解人意。为了防老婆查岗，人家根本不开发 APP， 全网页端操作，用完无痕浏览关闭，干干净净。最绝的是，所有的用户照片系统强制高斯模糊，马赛克打的连你亲妈都认不出来，这就非常有意思了。我们在女仆那一期说过安全距离，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摆个擂台。你以为他们是在找刺激吗？错，他们是在找安全。当一张张脸被厚厚的数字马赛克糊住的时候，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他们不需要对彼此的人生负责，不需要展示自己光鲜亮丽的表面，只需要把下半身真实欲望相互道一道。网友神评论，这严谨程度007特工街头都不敢这么拍。你在网上撩了3个月的神秘少妇，去酒店开房一摘口罩，发现是隔壁桌天天骂你的女主管都有可能。在这个榨干你每一滴血汗的都市里，真实的爱情太贵太沉重，大家戴着资本发的赛博面具，只求一份按秒计费随时拔插头的赛博止痛药。从雪原上的泥头车到下午3点的抢救室，再到脸都不敢露的赛博交友，
在刚刚的十几分钟里，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压抑、特别荒诞？你是不是觉得日本婚姻底盘已经烂得像筛子一样，马上就要全面崩盘了？不，恰恰相反，这里我们就得扒下东亚婚姻制度最后那条文化内裤了。出轨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背叛，意味着毁灭，可是对于这群常年生活在无性双轨制里的人来说，这场疯狂的地下情欲流窜居然是为了死死保卫那张名为婚姻的契约。日本人太精了，也太狠了，他们深知人性，他们知道如果把爱、嫉妒、情欲这些最不可控、最充满破坏力的核燃料一直关在婚姻这个高度封闭的反应堆里，迟早有一天压力阀会爆裂。爆炸的代价是什么？是阶层滑落，是孩子辍学，是两道家族颜面扫地，是晚景在孤独死中发臭。那怎么办？他们在婚姻这一根高压水管上自己偷偷凿开了一个又一个小洞。我的肉体可以在外面流浪，但我的社会身份必须死死定在这个家里。当那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在涩谷的情人旅馆洗掉身上廉价的香水味，当那个主妇把蕾丝内衣塞回衣柜最底层，换上沾满油烟味的围裙，烟抽完了，用水漱个口，喷点除味剂，推开家门，我依然是那个和蔼可亲的父亲，你依然是那个贤良淑德的母亲。你以为他们在摧毁婚姻？那是东亚人用剥离自己灵魂的代价，用最不堪入目的肉体堕落，完成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婚姻制度最冷血的效忠和献祭。今天我们撕开的从来不是一则猎奇的花边新闻，我们翻开的是一册庞大而绝望的现代人类精神病历。这一册病历的封面上用鲜血写着4个字：存在的异化。在这异化里，我们被社会时钟和资本主义驯化成了最完美的齿轮。齿轮要转动，所以不需要多余的情绪，不需要湿润的欲望。我们创造了最繁华的都市，却活成了最小心翼翼的囚徒。看看那些因为太久没有凝视而渐渐枯萎的老婆，看看那些为了扛起阶层跃升的指标而变成无情 ATM 机的丈夫。你以为我只是在说一海之隔的日本吗？你想想那些深夜把车停在地下车库，迟迟不肯熄火，非要点燃那一根烟，在烟雾缭绕里发呆10几分钟才肯上楼的疲惫身影。他们真的在享受独处吗？他们跟那个在雪地泥头车厢里大口喘气的主妇，跟那个在无痕浏览器里寻找数字止痛药的社畜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不都是在那个狭小的充斥着劣质烟草味的铁皮盒子里，寻找着哪怕1秒钟的不用扮演父亲、丈夫、员工这所有头衔的那口极其渴望的喘息吗？当制度的钢筋水泥浇筑着连风都透不过来的时候，长出来的一定会是那些鲜艳、扭曲却又拼命求索着一滴露水的毒蘑菇。屏幕前的你，如果在凝视那面名为世俗眼光的高墙时，也会感到一阵窒息。今晚你用来续命的那根烟，是一场游戏，一杯烈酒，还是一段无法言说的秘密？在评论区留给岛主吧，这里没有人认识你。好了，这里是用最正经的方式讲述最不正经的事儿的岛国那点事儿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懂。我们下回再痛快点聊。